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1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谈中共呢紧急召开委员长会议，就是栗战书他紧急召开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我是需要向大家详细介绍美国白宫的这位鹰派人物，前国安顾问博尔顿。那么这个博尔顿他出了一本新书，前两天呢我们谈到过这本书。我今天呢要跟大家重点介绍博尔顿这个人他的成长经历，他是怎么成为一个鹰派人物，而作为一个鹰派人物，现在在美国白宫这个鹰派内阁里面又为什么被川普总统解职？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那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也就是中共的央媒中共的央视和中共的官媒全部报道了栗战书将在本月，也就是6月28号到6月30号在北京呢召开紧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那么这个委员长会议他们没有讲他们要干什么，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他们在这个委员长会议上面目的就是要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通过香港的港版的国安法。这个国安法为什么那么着急要赶在6月底要把它通过呢？本来呢在上一次5月份习近平召开两会的时候，他推出这个港版国安法什么呢？很多人都认为那是习近平想趁着海外呢，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呢，大家都是疫情很严重，大家都只顾自己国家里面抗疫救灾，没有心思管理中国的事。那么习近平趁着国际社会大家都忙着自己家里面救火呢，没有时间来管中国的事，所以他们推出这个港版国安法，目的是把港版国安法呢能够强加到香港人民头上，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然后中共呢达到完全控制香港的目的，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这个港版国安法呢，在当时人大会上提出以后呢，并不是马上就投票通过的。那么中共呢还想看一看呢国际社会的反应。那么国际社会的反应现在已经出来了，国际社会是一致谴责不光是美国不光是加拿大，不光是澳洲现在欧盟欧洲议会已经通过了决定，要把中共要把它起诉到海牙法庭去也就是中共还看什么看？不用看国际社会是一片指责。尤其是最主要跟中共签订中英联合香港声明的宗主国就是英国，英国现在的态度和立场也越来越强悍了。那么最近日本又牵头了西方七国，西方工业七国都是西方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嘛。那么西方七国又发表了外交部长的声明，就是专门针对中共的国安法的。也就是说，这个香港国安法作为中共来讲，他本来想试探两个方面，看这两个方面的反应，一是国际社会的反应，现在国际社会已经明确讲是一边倒的谴责，没有一个人同意中共你可以在香港随意地实施你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第二个是试探香港当地民众的反应和香港当地那些支持中共的这些所谓建制派林郑月娥这些人的反应。那么通过这个试探以后，他们已经很明确，现在这个反应已经非常清楚了。第一个就是林郑月娥和建制派的人毫无疑问是支持中共，就希望中共拿出立场来，然后在香港呢进行大肆的抓捕、大肆的镇压，实施国安法以后，他们可以以中共代理人的身份，在香港呢对香港人民呢实际上进行的是中共一国一制的这种专政统治，这是香港现有政府的态度。那么香港民众肯定是激烈的反对，也就是香港民众知道已经到了鱼死网破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呢毫无疑问来讲觉得就不用看了，也就是民意已经在这了，香港民众普通民众是反对的，香港支持我们的，我们能控制的香港政府也好，议会也好，这些能够属于共产党控制的建制派的人员是拥护中共的。至于国际社会是一片反对，所以中共就很清楚国际社会和香港社会目前对港版国安法如果出台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么中共呢要正式通过港版国安法呢，是需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那么当然了，人大常委会有一个议程，就是有一个委员长会议。这个委员长会议原则上呢是2个月呢举办一次，也就是说5月份的这个两会开完以后，他们可以在6月份的这个两会委员长会议上来通过这个议案，也可以放到8月份来通过这个议案。也就是从中共的人大的这个制度设计上来讲，他们每2个月都可以开一次委员长会议，任何一次委员长会议上面，他们都可以把这个港版国安法拿出来通过。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赶在现在6月份通过呢？放到8月份通过也可以放到8月份通过，中共是不愿意的。为什么不愿意？因为9月份香港立法会要选举，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共马上就想到去年香港的这个民主议会选举时候，可以讲建制派是大败，民主会的议员是占了多席。如果今年立法会的这个选举再出现这种情况，中共就扛不住了。
所以说，中共是绝对要破坏这次9月份香港立法会的选举，要在香港立法会选举里面全部选上他们所希望的那些人，把民主派、把泛民派的那些议员统统要赶出去。那么统统赶出去，问题民意在这，选举是老百姓的民意啊，老百姓肯定不会选你们建制派的人啊，老百姓肯定要选他们信得过的这些泛民派的议员，而且民意在这，你是750万香港港人，他们有投票资格的人来选举啊。那这些人选举，毫无疑问，因为占据着大多数民意的泛民派的议员，一定是获得大胜的嘛。那么中共是肯定不愿意9月份选举再出现这样的结果，那么他们也就是要加紧这个国安法，这个国安法就不能到8月份通过，因为人大委员长会议按惯例都是每个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来召开会议。也就是说，如果到了8月底的那个最后一个礼拜通过了港版国安法，9月份马上就要开这个立法会了，他们来不及做动作啊，所以他们肯定是在这一次，就是我判断一定是在这一次，也就是6月28号到6月30号，栗战书召开的这个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会议上面，他们就会把港版国安法通过。他们通过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给他们有抓人的时间，因为他们现在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目的就是以港版国安法的名义直接到香港抓人了。我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已经解释过，什么叫送中，什么叫港版国安法。送中是香港作为执行方，香港作为主动方，香港政府把他们认为需要送到中国大陆的人，把他们抓起来送到中国大陆去，这叫送中。那么送中条例大家都知道已经彻底撤回了，那么中共现在就不要你送中了，中共直接实施港版国安法以后，就在香港设立国家国安公署，然后国安公署会派出秘密警察在香港他们随意抓人，以国安法的名义。那么实施了国安法以后，中共采取一个什么措施呢？也就是他在7月份、8月份的2个月就给他留下足够的抓人的时间。他抓谁呢？一是抓在香港强烈反对他们的异议人士，那些政治领袖，类似于黎智英、李柱铭这一类，也就是强烈反对他们的这些政治领袖。那么另外要抓嘛，另外要抓的就是那些准备竞选的议员，也就是有很多泛民派的议员，中共会把这些议员就全给你抓了。中共把这些议员抓了以后，甚至可以把他们送到大陆去审判，在大陆服刑，还让你们选什么选啊？你们怎么选？你们到监狱里面去选啊？也就是你们越看重的泛民派推举这个声望越高的那些泛民派的议员，越容易被中共抓捕。中共的目的就是破坏香港的选举嘛，也就是把香港的整个选举里面最重要的人员全部要安排成他们所指定的，类似于像何君尧、邓炳强这样的人。因此，中共绝对不愿意这个议会选举再出现像去年这样的结果。而由于他做事又非常不得民心，老百姓是不会按你中共的想法，老百姓会选出为自己说话的这些议员的。那么他们就把这些议员全抓了啊！这就是中共他推出国安法，而且是立即就要推出国安法，他最终的目的。因为他不需要再等一等，看看国际社会什么反应了，他很清楚国际社会会有什么反应，而且他也不在乎，如果他推出这个国安法，美国会导致的对香港取消香港的所有的关税、特殊贸易地位，然后取消对香港的所有优惠政策，他不在乎，他就准备把香港搞完蛋，他根本不在乎在香港，在中国那些知名企业因为港版国安法，然后导致了他们从中国撤出，从香港撤出，使中国损失一部分外汇收入，使中国损失一部分因为香港国安法导致的中共大幅的经济下滑。中共他不在乎，中共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根本现在不考虑，因为经济损失以后我们就不控制政权了，因为他们为了控制政权，他们可以讲什么事都可以干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嘛，汇丰银行，汇丰银行是苏格兰人在1865年就设立的英资银行。这个银行从香港开始有银行的那天起，汇丰银行就是港币的发行行。可以讲，汇丰银行是当时大清国最大的债权人，它的债权都占有大清国所有债务的61%。可以讲，汇丰银行历经了150多年啊，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中国发生的抗日战争，包括国共战争，包括美苏在2战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那么汇丰银行始终坚持在中国，坚持在中国大陆，坚持在中国香港，从来没有改变过立场啊。但是今天呢，人家汇丰银行要逃跑了，汇丰银行已经扛不住你中共的这个港版国安法了，所以汇丰银行提出在中国大陆退出中国大陆所有的银行业务。这也就是共产党他的这个一意孤行的做法，他把很多外企、很多外资、很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帮助的这些企业都给他赶走了。
那么中共赶走中共了嘛？中共就要老百姓你勒紧裤腰带在家过日子嘛？你们准备吃草啊？中共要消灭美帝国主义哇，他要把社会主义的红旗要插遍全球啊！他们现在仍然是这个思维哇。习近平一个红卫兵嘛，红卫兵上山下乡，梁家河培养出来的，他只有斗争思维哇，他的血液里面就是充满了斗啊。那么他现在要跟美帝国主义斗，他就拿香港这个前沿阵地跟美国人斗，他牺牲的是广大香港人民的利益。但是中共讲的就是我们玉石俱焚，我们不在乎，所以说他们不在乎，但是香港民众就给他们推入了一个沉重的深渊。这就是这个港版国安法在6月底在栗战书马上要召开的这个人大委员长会议上中共的真正目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预见到本月月底栗战书召开的这个人大委员长会议上面，港版国安法将会得到正式通过。7月份、8月份，中共就会在香港实施它血腥的白色恐怖，然后对香港很多正义之士，中共一定会有一个抓捕过程。好，我们来谈下一个话题。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是介绍一下博尔顿。博尔顿呢，大家都知道他原来是川普总统任命的一个鹰派内阁，就是前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呢，被川普总统炒了鱿鱼以后呢，博尔顿呢，他呢愤愤难平，他呢为了泄私愤，他呢出版了一本书。他写的这本书呢，主要是揭露呢他和川普之间过去个人的私人往来，以及呢他在白宫任职时候呢，他认为他掌握的一些重要的机密，他把这些机密呢都泄露出去。作为一个前国家安全顾问、白宫的高级官员，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家档案没有公开的时候，他如果把这些东西泄露出来，他是要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是民事责任的。那博尔顿呢已经孤注一掷，他根本不管。他目前这本书预定在23号出版，现在呢，即使是还没出版，那么书里面的主要内容已经全部披露的，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说，美国司法部的部长巴尔曾经安排司法部对博尔顿有一个诉讼，就是要求华盛顿地区法院呢不允许博尔顿出这本书。那么最终华盛顿地区法院的法官呢，在礼拜六呢，他做出了一个裁定。这个裁定呢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呢，他就是明确指出博尔顿他这本书他泄露了国家机密，他把国家一些重要的问题把它泄露出去以后，有可能给国家安全带来重大损失。这是他作为他个人，他从事这样的事，他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刑责或者带来民事纠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裁定书里面的第一部分，就是首先指出博尔顿这本书他的出版是非常错误的，是泄露了国家机密，而且给他自己会染上官司。这是法官的第一段判词。第二段判词，法官就认为这本书仍然可以出版，是因为现在政府方面没有办法提供任何证据能说明阻止了这本书出版，就可以消除博尔顿这本书它里面写的这些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因为法官很清楚，博尔顿书里面的一些重要章节，现在目前已经在社会在互联网上已经广为流传了，现在不允许出这本书，根本就达不到消除这种影响的目的。所以说，法官本着美国言论自由的这种考量，法官最终还是批准这本书是可以出版的。也就是说，博尔顿的新书再过几天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博尔顿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博尔顿是一个什么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重点来介绍呢，博尔顿是个什么人？博尔顿这个人啊，出生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区，是一个黑人经常打砸闹的地区。不光是这次所谓黑人命贵，他们这个地区呢，掀起了大部分的这个黑人的行动、黑人的暴动、黑人的这个所谓黑人命贵的运动。在历史上呢，巴尔的摩呢，他只要是有风吹草动，当地的黑人都会望风而动，产生各种暴力行为。那么博尔顿呢，就出生和成长在巴尔的摩地区。他的父亲是什么职位呢？他父亲是消防员。那大家就知道了，在一个地区比较混乱、经常有黑人骚乱的地区，一个消防员出警的次数肯定是非常多的，而且消防员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博尔顿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中，他从小呢就受到他父亲的影响，他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这一生他都没有改变过他自己的保守主义的立场，也就是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共和党人。而且博尔顿无论如何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都是一个鹰派人物。那么他本人呢，从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美国顶尖的名校，叫耶鲁大学。耶鲁大学大家都知道是常春藤名校，而且博尔顿在耶鲁大学里面也是攻读了耶鲁大学里面最知名的系科，就是法律系。他是耶鲁大学学法律毕业的。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精英政治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坛上有很多知名人物啊，他们实际上都来自于美国
顶尖的名校，他们在这个名校里面有的是同学，有的是校友，有的是师生。因此呢，美国白宫、美国华盛顿、美国议会大厦里面很多知名的议员、很多知名的政治领袖，往往呢，他们都来自于美国的顶尖名校，有的都是朋友，都是校友。那么波尔顿也是这样，波尔顿在大学里面学习成绩很优异，获得了全额的奖学金。他跟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克林顿的太太希拉里，他们都是同班同学，他们不光是校友啊，他们是同班同学。可以讲，这就是美国精英政治的结果嘛。美国精英政治就是往往总统啊、副总统啊、国家的重要的参议员啊、众议员以及内阁里面的很多知名的这些高官，他们往往都来自于名校，甚至是同学，或者是同学互相提携的结果。但是波尔顿解释就说，他跟克林顿和希拉里因为政治主张不一样，所以说他自己说他不在克林顿他们那个圈里面。这个话呢讲的，我觉得肯定能够理解，因为克林顿和希拉里是民主党人士。而波尔顿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党人士，因为政治选项不一样，所以不在一个圈子呢，很正常。但是呢，他们本身是同学，互相熟悉、互相认识，甚至有私交，这都是很正常的。波尔顿呢，当年在校园里面呢，是积极的反越战的积极分子。他自己说，他反越战的那个疯狂啊，已经达到了别人认为他就像一个外星人一样，也就是他反越战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高涨的。但是波尔顿呢，并没有用他自己的行动呢，来证明他反越战的豪言壮语。他一向被他的同学称之为言辞强悍、剑拔弩张的波尔顿，他并没有呢去参军，然后去报效美国，而是呢选择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因为参加国民自卫队就不需要再参军了，这样就肯定能够避免到越南去打仗。这是呢波尔顿呢他自己一个很聪明的选择。他一直活跃在美国政坛，先后在美国共和党执政的那几任总统的内阁里面担任大大小小不等的职务，在里根总统啊，在老布什总统啊，在小布什总统的内阁里面都担任各种职务，尤其在小布什总统的内阁里面还出任过美国驻联合国全权大使。但是波尔顿呢，他呢在跟他的这个内阁这个共事的朋友里面呢，这些政治盟友里面共事呢，并不都是非常愉快的。他曾经就在小布什的内阁里面担任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次官的时候呢，就试图排挤两名呢和自己政见完全不同的情报分析师，并对自己的上司，当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一个黑人将军鲍威尔，对鲍威尔的各种行政决策呢搞了一些破坏活动。所以说呢，鲍威尔呢对波尔顿这个人呢是非常有看法的。那么小布什为什么比较重用波尔顿呢？因为波尔顿呢除了是鹰派人物，他更激烈的主张在中东发生战争，因此他指证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小布什开展大规模的伊拉克战争创造了舆论上的空间。当然后来事实上证明，对萨达姆的所谓这个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结果已经发生了，萨达姆已经被送上了绞刑架了。那么正因为波尔顿他做这些事情的不严谨，因此当2005年的时候，小布什总统就曾经任命波尔顿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但是这项任命呢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当时有100多名美国的外交官，他们曾经联署过一个请愿书，促请呢美国参议院呢不要呢批准这项提名。这就说明波尔顿呢，他在美国的这个外交使节方面呢，他的这个好感度呢是比较低的，不然也不会有100多个外交使节会联名提名给参议院。但是波尔顿对中国的政策始终是强硬派，他绝对是属于对华的鹰派，他一贯主张对中共要进行严厉打击。他2019年本人以国家安全顾问访问英国的时候，还敦促英国在伊朗核问题和中国的华为问题上必须采取强硬的立场。他本人在出访乌克兰之前，也对媒体表示过，中国企图通过“一带一路”和各种具有吸引力的投资进行全球的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的同时，会把中共的红色思维渗透到你们国家去。他希望警示各个民主国家要谨慎考虑中国给这些国家他们的投资带来的表面上的经济繁荣背后所掩藏的国家安全上的风险。这是波尔顿对中共他认识得非常透彻，这一点我们毫无疑问是不能够随随便便抹杀他本人对中共透彻的认识的。波尔顿而且是支持台湾独立的，早在小布什执政的那个内阁时期，他就在2007年访问过台湾。他访问台湾以后，就主张美国应当恢复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跟台湾的全面外交关系。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在很年轻时候就主张美国应该支持台湾成为联合国的会员。他在进入川普总统内阁担
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时候，他更是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改变美国40年来对中国所执行的一中政策。他经常跟川普提到，目前时代已经改变，他强烈希望川普在他自己的任期上能够重新改变美国40年来一直对中国采取的一中政策，而是应该优先考虑跟台湾的关系，甚至跟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把台湾迎进联合国，恢复台湾联合国常任5大理事国创始国的地位。这就是波尔顿对中国对台湾的认识是非常透彻和明确的。也就是说，波尔顿的政治主张，如果川普能够采纳的话，对中共的打击，对台湾的友好，是绝对给中国的民主推动有极大的帮助的。他还曾经建议过，美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应该打台湾牌来反制中国。也就是说，当中国在台湾上面得寸进尺的时候，美国就应该保护台湾，利用支持台湾跟中共发生了摩擦以后，最终美国完全站在台湾那边，然后遏制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所以说，这是波尔顿他的主张。他甚至主张美国应当在台湾驻军，也就是为保卫台湾，美国可以在台湾一旦受到中共侵害的时候，美军可以立即投入战斗。这就是波尔顿他对中共对台湾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我可以讲，波尔顿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讲，是有非常多的智慧和非常多的才干的，只是他个人的人品有了缺陷。也就是说，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川普没有炒他的鱿鱼，说不准他现在还是川普主要决策的这个鹰派顾问之一呢。但是因为他缺乏合作技巧，所以说最终他跟川普是不欢而散的。那么既然是不欢而散，本来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只是呢没想到他被炒鱿鱼被解雇以后呢，然后呢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实际上对川普伤害不大，但是与波尔顿自己反了一辈子的民主党合作，放弃了自己对自己信仰的忠诚，让别人呢反而呢瞧不起他波尔顿。所以波尔顿出这本书实际上是他一生他人生的政治的一个败笔。他对川普真的影响不大，因为他写到的这些新书里面，川普跟习近平所谓勾兑的是，真正他只是想引导一个舆论，而实际上呢，他起不到太多的引导作用。比方说，他在新书里面说，川普跟习近平两人谈话，寻求习近平多购买中国的农产品，然后让美国的农民高兴以后，就给川普投票了。你觉得川普这样讲有什么错误吗？这种爆料就能够算是秘密吗？很多人觉得好像一下抓住川普的什么把柄一样。其实川普夸奖习近平是明夸，不是悄悄的夸。川普发过多少推文夸奖习近平是伟大的人物，是了不起的领袖，跟我川普是非常好的关系，他非常有智慧，他有能力能解决这个全面的疫情，这都是川普夸习近平的话哇，我们都看到过哇。所以说，川普在习近平身上的这些溢美之词，川普从来就没有舍不得。他赞美习近平是公开的，他没有偷偷摸摸过。所以说，你用川普赞美习近平，然后引起习近平好感，让习近平多买农产品，然后美国农民高兴，给川普投票，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而这绝不是什么秘密。川普这是公开的，他一直公开赞美习近平的，这是指波尔顿讲这个话起不到什么太多的作用。第二个，也就是川普要求购买农产品，本身也在美国也就是一个公开的事。川普在多个场合里面经常要求你们中国必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我们美国的农产品就是打算要卖给你中国。中美贸易协议里面，农产品购买是很大的一个选项，这是川普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也是中共答应美国需要购买的一个具体条件。所以说，这个具体条件就成为川普贿选，成为川普因为要求中国购买农产品，就变成川普的一个把柄。这种说法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农民他们农产品被卖掉了，他们就感谢川普，他们就高兴了，他们把选票推给川普，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啊。一个国家总统在他就任就职的过程中，他必然会推行各种国策，而他每推行的一个国策都有可能造成某一部分人群他受益，然后他表示对总统的这项政策的感激。那么这部分人因为感激总统，他们投票支持这个总统，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奥巴马执政的时候，他给出了很多支持那些非法移民、支持黑人的各种政策啊，那黑人都是受益者啊。那么这些黑人作为受益者，他们把选票投给奥巴马，你觉得有什么不应该吗？有谁指责过这种事情是奥巴马贿选黑人吗？没有这么一回事嘛。我觉得这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波尔顿这本书呢，他本来是希望影响什么？影响今年的选情，影响川普的威望，影响川普跟中共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川普他反而受到刺激了，因为波尔顿这本书说他跟中共有勾兑，川普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勾兑，肯定要狠狠打击中共啊。所以说，川普他现在应该感觉到
中共对他的这种包围，中共对他的这种伤害是越来越严重的。川普就在昨天晚上又举行了一个他的总统竞选的集会，他这个集会里面就受到了中共抖音的攻击。这怎么攻击呢？也就是川普这个集会之前，有很多人在抖音上面发起号召，故意在网上申请参加川普集会的这个门票。结果呢，这些人拿到门票以后又不去，也就导致了有些人想去，因为在网上这个门票座位已经被别人占有了，去不了。结果导致川普整个竞选场地上面有1/3左右的座位反而空下来了。但是在网上投票、网上购票的时候，这个座位都是满的。那么这1/3不来的人，就是被人为的预定好的这个票。而人为预定票里面，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发起的呢？就是通过微信和抖音，也就是微信和抖音，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就专门来干扰美国的大选。川普这时候就应该明白，中共输出到美国的微信啊、抖音啊，平时你看到它好像就是在娱乐，但是关键的时候它就是武器，对美国就可以产生渗透的作用，到关键的时候就可以发挥破坏美国大选的作用。这就是美国民主党和美国一部分共产主义势力、安提法这个势力，他们在背后在破坏川普，然后导致美国民主制度受到戕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现在美国这次所谓黑人命贵，它绝对是有组织的，是有组织的共产主义的恐怖组织安提法在背后操纵的。他们操纵到最后，他们不但喊的是黑人命贵，不但要保护黑人的利益，要打击白人的利益。现在共产主义已经堂而皇之在美国发起各项行动。他们不仅把美国国父华盛顿·杰弗逊的像砸倒，把美国的民主制度破坏，他们更是猖狂地在美国树立起列宁的雕像，也就是把共产主义的邪恶公然在美国进行昭示。Ich möchte einiges auch zum Leben von Verboten, Banken und Fabriken von Gesellschaft, Krankenversicherung eingeführt. Das ist ein ganz wichtiges Problem weggelassen wurde. Das machen wir nach也就是美国现在是打击纳粹的，但是美国不打击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和纳粹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德国就在复辟共产主义，他们不敢讲纳粹，他们敢讲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德国人，就是犹太人。然后共产主义从德国开始向全世界散布，在美国这个安提法它就是共产主义的恐怖组织，他现在在美国公然宣布共产主义，把列宁像把它挂出来，然后砸倒华盛顿的像，砸倒杰弗逊的像，他们的目的就是在美国要宣传共产主义，要改变美国的民主制度。到了这时候，美国还能忍让吗？所以说，美国现在已经到了考验它的历史价值观的时候，考验它自己的社会制度受到冲击的时候。美国这时候是捍卫它的民主正义，捍卫它的自由，还是美国现在被共产主义渗透以后，最终美国就演变成像中国这样的共产主义专制的国家？历史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现在就看川普和美国这些保守党的这些领袖们怎么做。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